挖一个地基用时1个月，后续来了。Hello， 老铁们，之前我们把这个地基圈梁挖好了，这过去了有10几天的时间，他们工人把这些圈梁这些都已经倒好了。其实他们倒这个圈梁只用了5、6天的时间，只是我们又多等了5、6天的时间，让这个水泥来收焊，现在基本上就可以来回填了。虽然这个圈梁收焊了5、6天，但是我们挖机进去回填的时候，也要挖一些泥巴，把这个圈梁给它保一下，这样也是防止我们进去的时候这个履带把这个圈梁压坏了。今天这个活有一点不好干，之前我们回填一个地基可能也就是2、3个小时就搞定，但是今天这个可能要多干1、2个小时。老铁们，你们看边上的这个钢筋留的比我们挖机的还要高，我们在里面回填地基转土的时候，可能就会放慢速度，因为在旋转的时候就很容易碰到这个钢筋。多花一点时间无所谓，主要的是要把这个活给东家干好。我们把挖机先开到屋基后面来，先把屋基后面这一块先给它平整出来。东家的要求，这个平台要比边上这个圈梁矮个10几公分，我们就把这些多的渣子挖到屋基里面去，然后按照东家的要求把它平整出来。同时我们把里面的这个羊沟也给它清理出来。前面我说这个活干起来有点慢，这里就体现出来了。边上的钢筋实在是太高了，我们往里面转土的时候就需要挖机往后面退一下，或者是搓一下位，才能把这个泥巴甩进去。后面这个平台平整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填这个地基了。回填地基的时候我们就是从最里面的这一间往后面开始回填。回填地基之前，我就问了一下边上的这个包工头，问他这个地基回填多高。包工头说回填的和这个圈梁一样平。当我把这个角落平整好了之后，打算用斗背给它拍紧。这个时候包工头发现我们用挖斗拍紧了之后，这个泥巴基本上不会怎么下沉了，然后又跟我说把这个泥巴再挖一点出去，意思就是比这个圈梁要矮一点。因为后面平整好了之后上面还要倒一层混凝土，和这个圈梁一样平，也是怕我们拍得太紧了，然后后期灌水的时候不会往下沉，到时候就不好铺混凝土了。平整出来多的泥巴，我们就一斗一斗的给它转出去，反正看哪个房间里面的土比较少，我们就尽量甩到哪个房间里面去。边上这个钢筋实在是太高了，我们转土的时候一点不好操作，稍微不注意就碰到这个钢筋了。后边这些地基和前面平的那一间一样，都是比这个圈梁矮个几公分，我们就按照这个一点一点的给它平整出来。我们开进地基回填的时候，有没有老铁觉得这个泥巴不够回填用？之前我们把场地里面多的渣子拉出去的时候都考虑到这个问题，到时候回填的时候还需要一部分的渣子来回填。之前我们说过，这个房子是2兄弟一起修，虽然是一起修，但是也是分开了的。所以2家人就会各挖一个化粪池，挖化粪池就会挖出一部分泥巴出来，这个泥巴就可以用来回填屋基。一个化粪池差不多可以回4、5个房间，那2个化粪池基本上就可以回10几个房间了，基本上泥巴也就够用了。目前我们只挖了1个化粪池，就把整个屋基回填好了。后面1个化粪池我们等一会儿再挖，这个泥巴还有用。我们把挖机开到屋基前面来，把前面的这个场地平整一下。东家的要求，这个场地要比之前这个场地提高几10公分。我们先把这个角落给它平整出来。这个角落边上是东家临时搭的一个棚子，这个棚子就没法回填了，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先把前面这个角落平出来的目的是因为这个外边堆放了一些材料。我们把角落平整好了之后，他们就把这些材料钢筋就全部移过去，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边上也回填了。他们在转材料的同时，我们也不要闲着，把挖机开过来，把后面这个多的渣子往里面转。当他们把钢筋转移完，这个渣子我们基本上也挖到位了。边上这个模板人工来盘的话很费劲很慢，我就让东家去找了一个绳子绑着，我们用挖机给它叼过来。这个模板是之前打这个圈梁的时候用了，这个后面可能还要用，所以就给它叼到这个边上。所有的材料腾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边上这一块给它回填起来。前面这个角落还差一些渣子来回填，我们把挖机开过来，把这个搅拌机给它叼到这个屋基里面去。
这个前方还有一个化粪池，我们就可以把化粪池挖起来的这个渣子挖过去回填。今天这个天气有点怪，陆陆续续的下了好几场雨，但是每次下的雨都不是很大，下一会儿就停了。这个化粪池看着有点小，没有前面挖的那个大，但是没办法，因为这个地形受限，边上又是别人家的，又不能挖，我们就挖成了一个三角形，但是呢完全是够用了。化粪池挖好了之后，我们把边上的这一块空地也给它平整出来，平整了之后用斗背给它拍一拍，这个也有用。边上这个沙石是之前没用完的，现在把这个路也堵住了。我们挖机在走之前也要把这个路给它腾出来，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沙和石子全部给它挖到这个边上，给它堆放到这里。整个场地平整出来之后，这个边上还多了一点渣子，这个渣子我们就堆放到这个边上。后期东家把这个帐篷拆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渣子挖过去回填，然后我们再把整个场地用履带来回的给它碾压一遍。因为后期拉的材料就全部堆放到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多压几次，给它压实一点。前方棚子这个位置，只有等东家把房子修好了，把这个棚子拆了，开始硬化这个场地的时候，我们再来。路口这个位置，我们也用履带来回的给它碾压一遍，压完了之后，整个活就结束了。好了，老铁们，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关注，感谢点赞，我们下期再见。